韩大人呐，这回你立了大功，寡人要褒奖你，我要封你为梁国1等卿大夫，再加俸1000担。你在太后面前进言有志有胆，用雄辩滔滔为寡人排了忧，解了难，寡人要感谢你呀。可叹京城一夜西风，万物凋零。太子失位，贵妃已被打入冷宫。好，丞相下台，太尉未空。听说太子太傅窦婴已称病隐居南山。好，几日前，寡人希望长安，还横看是岭，侧看是风。眼下已是一片陆沉。我这位皇上老哥真是翻手不云，覆手拨雨，心机深远，不可测度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好啊！哎呀，我看这是天助大王啊！大王入朝时机已经成熟，请大王深思。大王，所谓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都已经称病退隐，大障碍已扫平。臣妾以为，大王应该出山了。臣却是有一点还看不透。啊？哪一点看不透啊？说出来，寡人听听。皇上如此布局，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大王，臣以为此时正是皇上至为孤独的时期。臣想不出他废掉一班老臣后，朝中还有谁人可用。大王此时入朝，只要掌握好分寸，为皇上分忧，皇上必会再次授予大王重任呐。杨大人所说也许有点道理，可是杨大人想过没有？不立不破。难道皇上此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处置如此重大的人事，是完全没有目的的？这岂是孤独2字能说清的？所以臣以为，皇上心中其实早就有成熟的人选。虽然臣还不敢贸然断定这个人选是谁，可是不难发现某些蛛丝马迹。臣2次进朝，后宫王娘娘的弟弟田汾都来与臣接近。王美人，他弟弟？正是。虽然田汾未与臣透露什么，可是一个小小的郎官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心计和胆量？一心要与藩王的左右搭关系，这分明是在为他的姐姐邀买人心。王美人，他的儿子刘志的确伶俐可爱，难道他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吗？如果寡人的对手只是刘志那样的，那我这个当叔叔的，还真的羞于和他去争了。大王的对手其实并不是孩子，而是孩子背后的女人，女人背后的皇上。王美人，大王是否听说，最近朝廷上下都在关心一桩婚事？新郎就是这位小王子，新娘则是大王的侄女儿。阿娇，怎么可能？她比刘志大呀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这层关系妙处就在亲上加亲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呐。王美人，
娘娘。去把门给我打开。娘娘，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能进去。今天谁管事儿啊？快去把他给我叫来。诺。王娘娘，娘娘，蠢货，你怎么不认识王娘娘呢？王娘娘在下来晚了，失礼了。要是别的娘娘来，卑职绝对不从命。但是王娘娘您当然要。上去吧。上去。去啊。要不然，把东西给他留这儿。什么东西？王娘娘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家里的伙房做的点心。那什么？这是衣服和镜子。你看着吧，皇上会来的。往日我与他怄气，从没超过3天。哟，你不信啊？哼，皇上他只是怄气，他只有在怄气的时候才去你那儿，他离不开我。哼，但凡寻着点高兴的由头，他就会来的。丽娘娘，我想跟你说，虽然你平时喜欢使点小性子，可是宫里的娘娘们都还记着你的好处呢。好处？干嘛要记住我的好处啊？就像我，也不曾记住他们有什么好处。只有一个皇上，争还争不过来呢，谁会记得谁的好处啊？哼，我才不信，要信你信？王娘娘，王娘娘，皇上来了！哎呀！王娘娘，外面来人了，您快走吧。皇上新任的中尉过来了。皇上，哎呀，皇上来看我了，皇上来了。不是皇上，皇上，他为什么不来看臣妾呢？王娘娘，快走吧。啊！
快去给我宣皇上来！皇上最喜欢看我这颗痣了，让他来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娘娘。 娘，娘娘，让他们都下去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娘，哎，娘，哎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芷儿，你怎么发抖啊？ 娘，快坐下吧。来，芷儿，娘以后就全靠你了。娘，先喝口水吧。您是想说母以子为贵是吗？这是谁跟你说的？我是听姑姑说的，听她和父皇说的。 姑姑，她怎么跟你父皇说的？那就没仔细听了。他们为什么说起这个？娘，我知道父皇为什么给我起名叫芷儿，是为什么呢？说给娘听。父皇对姑妈说的，在我的几个姐妹中，只有我最像她。你怎么像她？父皇说，我不仅长得像父亲。 而且更像爷爷的鼻子眉眼。你父皇这么跟你说的？父皇用手点着我的鼻子说的。他还说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起的名字。你的名字？高祖爷爷就喜欢小猪。他说，王美人生了儿子，就起名叫芷儿。我是小猪变的。可古书上说。 猪就是龙啊，娘，这是真的吗？要是父皇这么说，那当然是真的。我不信。为什么？父皇早怎么不这么说呀？以前不能说，那现在怎么又说了？现在该说了。那为什么该说了？这是天意如此。 天下人不能违反天意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传报，李娘娘服毒自杀了。什么？娘娘，娘，娘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，娘？ 娘，娘，娘，梁王刘武驾到！太后让长公主过去。 说是家宴要开始了，他怎么没叫王美人？他们说太后只请了皇上、梁王还有长公主您。哎，奇怪了，姐姐，一定是说有关梁王的事，你快去吧。下去吧，让传话的告诉太后，我这就去。那，看来我这个弟弟是真要犯浑。 撺动着老太太给皇上出难题，他也不想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这皇上能上他的套吗？皇上驾到！
的真不是时候啊！听说了吗？梁王入朝了，这一次啊，他可是来者不善。以往梁王入朝，我跟他的随从都有联络，可是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再去联络他们，他们竟好像是约好似的，一个都不搭理我。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啊。你说这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到这回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丽妃刘荣一去啊，姐姐和智儿已在明处了。我想，既然躲不过，咱们不妨奋力一搏。我想和朝中的重臣一一联络，让他们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么做妥吗？先前皇上重处丽妃，就是因为他和他们来往过密。不错，皇上呢，确实是迁怒于这些大臣们在台下帮倒忙。可是如果去掉那个“道”字呢，皇上难道能拒绝他们的帮忙吗？田大人，香点好了。啊。而且要对付梁王和太后，皇上还是只能依靠这些功勋重臣们。丽妃和太子的事刚刚收场。这些大臣们从感情上能转过弯来吗？那就要看我们怎么下功夫了。梁王显露野心是好事儿，这叫为冤屈于，反倒把先前支持刘荣的这些大臣们屈到了皇上这一边。倒是这么个理儿。妹妹，果然如你所料。刘武一到，太后向皇上说了6个字，哪6个字啊？太后正式向皇上提出，立梁王为储君。将军，郎官填坟求见。我不见，叫他走。他来了3回了。我不见。哎呀，南杆儿！将军洪福齐天，在下田汾拜见窦将军。你还真有一手啊！没想到你这个读书人还能干水活，啊！将军不知，早年我随姐姐在乡下长大，别说水活，农活、屠宰、放牧，在下都做过。我当刮目相看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听说将军病了，在下略通一点医术，便冒昧前来探望。
你还会看病？哎，谢将军。那你说说，老夫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将军病在不平二字上。都说我不平，老夫哪里有什么不平啊？老夫每天吃得饱，睡得香，对天下之事不闻不问。我倒要听听，你说的不平，从何而来，又怎么个治法？好治，请将军即刻回朝理事。将军应该知道，能够使将军荣华富贵的，只有皇上；能够关照将军的，只有太后。将军作为太子的老师，现在太子被废掉，却不能力争，只能拖延有病，隐居在此，撒网、钓鱼，而不肯入朝。将军，您是否知道，您这样做，不仅明显是跟皇上赌气，而且是在坐失良机啊！将军，您想想看，一旦风云变幻，万一皇上和太后要整治将军您，而朝中又无实力派人士出来说话，那只怕将军您不仅一世英名难保，就连这份闲暇也怕会被剥夺掉。这是你姐姐叫你来游说老夫吧？姐姐知道我来。啊，早就听说，在宫里，就属王美人对上宫对下宽。听你这番话，王美人还真是有心之人。哪里哪里，姐姐对将军其实仰慕已久。哎呀，得到王美人的垂青，那真是荣幸。不过，嗨，我原是丽妃儿子刘荣的太傅，一仆怎能是二主呢？这将军，您就说错了。您伺候太子，是伺候皇上；您伺候姐姐，或是丽娘娘，也都一样。伺候的都是皇上。姐姐拜托你今后照看着刘志，其实也是为了皇上。说白了，也正是看重将军对皇上的忠诚，难道不是吗？将军，将军，小人听说梁王已经入朝，宫里又发生了诸多风波，时局瞬息万变呐。皇上几次打听将军的近况，门生以为，如果天有不测，一旦梁王坐定江山，恐怕那时对将军不利呀。赶快去备车，老夫今晚就回长安。
这鱼好吃。起来，起来。谢陛下。哎，太子那件事儿，真是急了点儿。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臣无非是读书钓鱼。哎，你这个人不要再游荡了，干点正事儿吧。啊，朕现在又碰上难题了，还是你们家老太太出的，事关国家的命运，还是有关梁王。大王，立储之事，咱们这次看看天意如何？好。一投不中，30为定。大王再投。好事多磨，一波三折。大王再投。大王再投。啊！哎呀，大王果然中了！大王果然是中了。看来此次之事也如同投壶，或可借此吉兆，随了寡人的心愿。太后说：“既然白骨，骨质力长。那么上古的痣呢，是兄终弟及，也就是说，这哥哥死了，弟弟接位，还是要立梁王为储。朕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好。”该怎么说这个理？太后的主意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陛下，陛下何不请周丞相去说说？周亚夫和梁王素有芥蒂，他的话，这太后能听吗？你不一样，你是窦家人，是吧？臣明白。可因为上次大挪的事儿，他已把臣革出宗门。陛下，你何不叫袁盎去讲，可能更好。袁盎，袁盎，3朝元老，善解人意，他精于古今制度，包括左道旁门。而且他眼前无官一身轻，说话可没什么负担。不，还是你去，还是你去。陛下，让袁盎去先讲为好。袁盎，人人都避他3分，但愿他和太后能说得上话。是的，臣会从旁帮他。那么今天谈的，可得保密。请陛下放心。皇，免了吧，不都交代过了吗？今天不要张扬。你呀，就在这儿堵着。皇上有诏，谁都不许进去。
太后所说不错，殷商和上古的制度是传位于帝，周代的制度是传位于儿子，而高祖立我朝后，效法于周，定制传子。为何高祖学周朝不学上古？因为周代的制度简单明确，以形式确立法统，防止兄弟争位。正是吸取了殷商的教训。老身听不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。太后啊，这件大事要是真能办，咱们回国颁赏，痛快3天啊！大王提前给您道喜了，道喜了啊！这会儿还早，到后头看吧啊！估计那可是100%啊！老太太讲话，谁敢不听啊？对呀，是啊。梁王请留步。怎么回事？太后已经歇息了。皇上在里面下令，任何人不许进去。皇上在里面？喏。还有谁呀？还有大臣。我是问你，大臣都有谁？小的都不认识。你们还是请回吧。殷商17代王，兄弟相传历9代，共计23王。其中多次是立幼不立长，结果兄弟争位残杀数百年。老身提议立梁王，是因为眼下皇上的各位王子年纪都太小，担当不起大任，还不如传给弟弟。太后现在要立梁王，那么梁王100岁之后呢？那时候皇上的王子们也大了。再选一个立，也来得及呀。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？如果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的皇上兄弟之间一代代都这么争起来，这汉家的天下还能有安宁吗？太后，您听过宋宣公的故事吗？宋宣公不过是近500年的事，他以兄弟身份继君位，死后归位给哥哥的儿子。可是他自己的儿子们却不愿意，起而争之，认为自己都有权接替父兄之位，就杀掉了宣公的儿子，因此弄得是国家大乱，天下不安，兵连祸及，连续5代骨肉相残，一直不能平息呀。所以春秋说，君子应明确传位制度。宋国的5世之乱都是由于宣公所造成的呀！太后，闭上你的臭嘴！你瞎讲什么？老身听来全是胡说八道。太后，这不是胡说八道。兄弟之间为争皇位而骨肉相残的7王之乱，不就是不久前的事儿吗？太后，臣以为元公所说极是。朝中诸位公卿之所以不支持梁王立储，不是不尊爱梁王，实在是鉴于历史的教训，应当借鉴，汉家天下不能重蹈立嗣不当而祸乱不断。够了！你们的意思，认为我是吕后，对吗？不，好像只有你们想着朝廷，想着国家，好像立了梁王就会天下大乱，是吗？太后，您息怒！你们，娘后，太后，快叫太医，传太医，快点！娘，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这太医来了，来了，太医来了！快！站住！使不得，大王！站住！大王，大王，你这混蛋！大王又出现了什么？王母后气成这个样子，王母后万一有个3长2短，寡人使不得呀！寡人灭你们9族！大王，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呀！老三。不要胡闹！
来吧。大丫头啊，我老了。您甭想那么多了，我知道大臣们的心思。太医说了，没事儿，您甭生气就行了。他们是想要立新太子。你看看，皇上身边，不是孩子不像样，就是母亲不像样。丫头啊，你呀，去把王美人叫到我这边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今儿就歇了吧。去。哎呦，我这心里头堵得慌。梁王求见太后。叫他回去吧。我呀，我今天是没力气见他了。传太后旨意，请王美人即刻进宫。母后，您不要难过。我王志全靠了您的恩典，才有了今天的荣华富贵。不管朝廷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局，我都会听从您的主张。哎呦，这灯都不亮了，来人呐，加点油。其实啊，我知道皇上最喜爱的皇子就是刘志。可是，刘志虽然聪明过人，毕竟还是年纪幼小，不如把皇位先让梁王替他守着，等他长大以后，再让梁王传位给智儿，不就得了？哎呦，娘啊，您现在说得好，可到时候就怕由不得您了。你少插嘴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母后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回头，我也劝劝皇上，再替梁王说说。你真是好媳妇儿啊！这丽妃呀，要是有你一半的仁义之心呢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禀告太后，梁王在门口大闹，说太后醒来后谁都见了，唯独不见梁王，是何用意？他闹着要闯进殿来。那就叫他进来吧。儿臣拜见母后。母后，儿子听说你缓过来了，孩儿一直在殿外守着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所以……你是放心不下你的皇位呀，还是真放心不下你的娘啊？母后，那你可是误会儿子了。儿子到这来，不是为了争夺皇位，我这是……那我问你，太子位一出缺，你就率兵马进城逼宫，又是为什么？不知母后听谁胡说，儿子率军进京，这谁都知道。孩儿这次来，驷马之车只带了2辆，兵士未曾过百，这怎么能说儿子是进城逼宫呢？好，你娘算是信了你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还在殿前向你哥哥拔了宝剑？
我没有啊！这些混蛋！母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当时我听说你昏过去了，儿子，我是心急如焚，生怕不能再见母后一面，情急之下，我闯进殿来。可是哥哥他挡在门口，不让儿子进来，我一气之下才拔了宝剑。可是他不要说了。娘可不想见到我大汉朝也有误事之乱。他们是冤枉我呀！他们是串通好了冤枉我。我真想杀了这些混蛋。母后，你告诉我，是大姐说的，还是窦婴那个混蛋？要么是皇上。母后，母后，都是孩儿不孝，又惹您生气了。可是确实是皇上先拔的剑呢，儿子是背部防身。你跟我走。母后，带着你停在城郊的九成之尊，走得远远的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母后。